原来主人是这般打算，倒是小婢考虑不周了。你以后也不会太清闲的。我现在已经进阶元婴中期，准备过几日闭关一段时间，将那乾蓝冰印的最后一丝也彻底炼化掉，然后好参悟一下虚天鼎的开启之法。洞府内的一切仍旧交给你处理。主人将冰焰炼化到了最后一步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是啊，终于完成了开鼎的第一步，不知道下一步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打开此鼎。好了，我也有些疲倦，今日先休息，有什么事情明日再处理。韩立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就从座位上站起，向卧室走去。银月望着韩立消失的背影，则呆呆的在厅中想了一会儿，也轻盈的走出了大厅。一夜无事，第二日韩立刚从打坐中醒来，银月就前来禀报，说程师兄和吕洛二人过来。韩立当即洗漱一下，然后让银月打开了禁制，自己随后走到门口迎了出去。果然老者二人正在洞府外面候着。韩立二人含笑地将二人迎了进去，在大厅中，三人分宾主落座，老者就先有些歉意地开口：韩师弟才歇息一日，我二人原本不应该过来打扰师弟，但是事情有些紧急，就不得不过来一趟。两位师兄何必客气，我们修仙之人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恢复如初，哪里谈得上什么打扰啊？师弟如此说，师兄也就安心了。其实昨日师弟刚走，古剑门和百巧院的几位同道听说师弟返回宗内，就联名发来了邀请函，要请我等师兄弟聚一聚。师弟虽然加入我们洛云宗一段时间了，但其余两宗的道友还未曾见过几个，正好趁此机会见上一见。毕竟我们三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那也是荣辱与共。明日百巧院也正有一件炼制好的法器举行认主仪式，他们就将聚会的时间定在了那时，顺便请我等和古剑宗的长老一同前去观礼。认主仪式，我记得百巧院似乎在炼器上名气不小，请我们去观礼，这件法宝应该非比寻常吧？这个请函上没有透露，不过滴血认主的是百巧宗新结丹的一位年轻弟子，听说资质非常好，不到100年就结成了金丹。百巧宗的几个老家伙对他寄予的希望可不小。吕洛在旁边插嘴说道，并一翻手掌拿出了一张金色的邀请函递了过来。这么短时间就能结成金丹，的确是有些惊人。好吧，明日我和两位师兄去一趟，我也有些好奇。师弟肯去自然最好，听说古剑门大长老金武环也刚刚闭生死关出来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这一次闭关的时间足有70、80年之久，而原先就是元婴中期境界，不知出关后修为上有没有大进一步。古剑门大长老，韩立怔了一怔，随即嘴角往上一翘，不放在心上。下面他却是忽然打量了老者几眼，眉头紧皱了起来。程师兄，我刚才神识探查了一下你的身体，似乎情况不太好，师兄没有在坠魔谷中找到延长寿命的丹药。师弟不说我也明白，我现在离大限来临也就10余年的光景，随时都有可能作化。至于坠魔谷，我虽在谷中捡到了一点宝物，但都不是延长寿命的灵丹，也命中注定之事。不过我等修仙者只要未能真正大道得成，生老病死也是天道轮回所在，没有什么好遗憾的。以后的洛云宗也就交付两位师弟了。上面的话说完，老者神色平静，显然对这一天的到来早就心中有了准备。韩立心中叹了口气，他在灵妙园残骸中虽得到了许多灵药，但是却无一能延长寿命，对此无能为力。师兄不必过于沮丧，说不定在这数年后还能有另外的机缘。
老者摇了摇头，神色淡然，看来对生死之事早就看透。韩立接下来自然不再提起此事，而是手掌一翻，手中多了一枚白色玉简。二位师兄这么一来，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，我正好有些材料需要宗内的弟子去各个坊市收集一下，因为所需种类不少，能收集多少就算多少，只要尽力就行。这些东西无论多少灵石，只要不太离谱，就让宗内弟子尽管拿下，回头到我这里来领取费用就是。让我看看。吕洛有些感兴趣，将玉简接过，神识扫了一下，脸上渐渐露出一分古怪。师弟，怪不得你只说是金粒，这些东西大半可都不好寻找呀，有几种好像只是传说中的东西，我们天南估计不可能有的。哦，是什么样的材料，让为兄也瞅下。程师兄一听此言，露出好奇之色，伸手讨要过玉简也看了一遍，随后同样有些吃惊起来。果然都是难以寻觅之物，师弟难道又要炼制什么法宝？法宝，姑且算是吧。韩立微微一笑，并没有解释什么。程师兄见此也没有再追问，满口答应了此事，说马上安排弟子去天南各地收集这些材料。说到这里，老者和吕洛互望了一眼，吕洛突然间将腰间的一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摘下，递到了韩立身前。这时，师弟莫忘了，当年你曾经让宗内弟子帮你收集过一些古怪材料和庚精，这些年来除了只收到一小块庚精外，其余东西都已收集完毕。我原本就想给师弟一个惊喜的，没想到师弟又需要更多的材料，看来师弟在炼器上的造诣也非同一般呐。又找到了一块庚金。韩立一听这话，心中大喜，连忙打开储物袋看了一眼，在这诸多杂七杂八的材料之中，果然有一小块核桃大小的金黄色庚金躺在其中。至于其余的材料，则正是他炼制上古元婴傀儡所欠缺的几种，否则当初他在进入坠魔谷前，早就炼制出元婴级的傀儡。这些东西正是我所需之物，多谢两位师兄费心，这些东西价值不菲，恐怕花费了不少灵石。韩立脸上显出一丝喜意，但当提及费用之时，却被老者哈哈一笑，摇手打断。嘿，师弟说的哪里话，这些东西虽然值些灵石，但师弟昔日在木兰人入侵之际，代替本宗一连出战2场，宗门替师弟付些灵石，那是应当之事，师弟尽管拿去用就是了。师兄如此说，那师弟也就不客气了。韩帝闻言微微一怔，但想了一下，笑了笑，也就洒脱地将储物袋收了起来。老者见韩立并没有再推辞，脸上也露出了满意之色。对了，程师兄，昔日我被吸进的空间裂缝时，有2口飞剑未能及时收起，师兄当日可曾见到？韩立再想起一事，不加思索地问道。当日他被吸进了空间裂缝，不知道他们的踪迹，老者一直待在外面，应该知道飞剑的下落才是。这件事情师弟不提，我也想跟师弟说一声，当日你留在外面的2口飞剑，为兄来不及帮你收起，被那妖魔赶到一把抓去，落在了此魔手中。只是后来围剿此魔时，听人说未见他使用过飞剑应敌，看来面对师弟的本剑法宝，他还是无法魔化使用。唯一麻烦的是此魔下落不明，这飞剑恐怕不好找回呀。在古魔那里，这倒是有些麻烦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只是身外之物，再炼制2口就是。我想也是，师弟本命飞剑众多，丢了2口也不算什么，犯不着冒奇险去找那生死不知的魔。老者闻言神色一松，有些放心下来。说起对那妖魔的畏惧，这位程师兄可比那韩立尤甚3分，自然不想韩立这位落云宗长老再出现什么意外，他可是以后落云宗能否在修仙界大放异彩的关键。下面程师兄和吕洛2人和韩立交谈了一会儿，聊了些宗门的事情，
也就一起起身告辞离开。韩立起身，将二人一直送出了禁制大阵，才从容返回了洞府。主人，你现在又得到了一块庚金，岂不是可以再炼制2把飞剑，重新布置大庚剑阵了？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？青竹风云剑是成套的法宝，这块庚金不足以再炼制一套12口的飞剑出来，而欠缺的2口，即使用其他飞剑补上，也无法配合操纵如意。即使强行催动大庚剑阵，也困不住对手。那2口丢失的飞剑一定要找回来。韩立听到银月提及此事，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。可那2口飞剑若是落到了古魔手中，主人虽然修为大进，但若古魔并未身死，对上他还不是对手的。这个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，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前，不会轻举妄动。等将那虚天鼎开启，或者将那仿制的七焰扇炼制出来，我才会去寻找此魔。韩小子，你怎么忘了老夫研制出来的魁偶？那古魔虽然厉害，但你能凑齐材料炼制出此魁偶。面对此魔时，虽然不能说稳胜，但自保却是绰绰有余的。韩立神识中突然传来了大眼神君的话语声，仿佛对韩立没有提及他的傀儡竟有些不服气的样子。韩立嘴角微微一翘，露出了淡淡的轻笑。前辈在此傀儡上耗费如此心血，晚辈自然相信他非同凡响。况且从炼制材料的珍惜也就可以得知，这傀儡肯定是异常厉害。但是傀儡的炼制之法和效用，前辈可一直口风不露，晚辈怎能太多的信心？哼，你也不必用激将之法，在你未将材料凑齐之前，老夫是不会透露魁偶的半点信息的。我只能告诉你，这只魁偶若是炼制出来后，其厉害甚至不在老夫昔年全胜之下，你这总该心里有数了吧？不在前辈全胜之下？怎么，你不信？哼，谈不上信不信，这种傀儡也是前辈刚研制出来的，炼制出来以后到底有何威力，恐怕前辈自己都是猜测之言吧。哈哈哈哈，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不过以老夫的才智，怎会错估自己研制的魁偶的威力？这一点你就放心吧。大眼神君还真是喜怒无常，转眼又大笑了起来。韩立微微一笑，不再理会此人，起身向密室外走去。虽然明天就要参加那所谓的观礼，但是那最后一缕乾蓝冰焰还是早些炼制的好。只不过在炼制乾蓝冰焰后，他看样子还需要花些时间将新得到的材料先炼制出2只元婴级上的傀儡再说。想到这里，他摸了摸腰间的新的储物袋。先前他在坠魔谷中曾经见到天津上人所驱使的恶鬼傀儡，别看在古魔手下根本撑不了多久，但实力的确不错，不下于普通元婴修士的样子。这么想着，韩立就进入了密室之中。